专攻精炼对台作战问题。70年呢，就是铁棒也能磨成针了吧？台湾某些人、美国有些人指望解放军会吃第二遍亏，那我认为那是叫痴心妄想。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啊，我们说的是不能轻敌，台湾军队要给解放军搞诱敌深入。台湾联合报6号说台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对岛内媒体组织开放了机步排专精训练科目，由台陆军机械化步兵演示城镇攻防行动，里面呢包含了大量的在巷战中搜索扫荡的战术。台独的头面人物还在推特上公开表示，这就是针对解放军开展的。台军这次演示的似乎是在解放军登岛作战的后期，背景呢是他们已经击败了解放军的主力，正在轴屋消灭零星的抵抗力量。那么这种情形呢是台军梦寐以求的了，我们当然也记忆犹新。在当年的金门战役中解放军8000登陆部队就是因为失去后援，绝大部分都牺牲在金门岛上了。在战斗结束阶段，国民党军队就是这样一处一处的搜索和杀害解放军战士。今天我们已经掌握了针对台军的绝对的海空优势，不会再像金门战役那样依靠墨船人工渡海。但是对于登岛之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战斗的残酷性，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台湾当局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再到李登辉、陈水扁到李秀莲，一直对台湾民众进行仇视大陆、仇视解放军的毒化教育，导致台湾有相当一部分的民众认为大陆解放军不堪一击，只要美国肯出手就能轻易打败解放军。而金门战役呢，就是他们振振有词的依据。所以对台独分子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台湾民众来讲，没有足够强大的打击力，他们是不会幡然悔悟的。金门战役的实力，我军刻骨铭心，其深刻教训，我军总结研究了70多年了。研究成果体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事院校的训练教材和图书馆里。结合后来成功的一江山岛渡海登岛作战，我军对渡海战役作战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我军对将来解放台湾的时候要用到的渡海登岛作战的演练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主要作战对手情况的变化，以及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变化，我军对台行动的作战想定那是不断充实的，战术战法是不断的拓展创新的。有些部队是70年一贯制，专攻精炼对台作战问题。70年呢，就是铁棒也能磨成针了吧？台湾某些人、美国有些人指望解放军会吃第二遍亏，那我认为那是叫痴心妄想。我们注意到台湾军队的各种演习以金门战役作为蓝本的居多，包括台军每年一次规模最大的3军联合攻防作战系列演习汉光演习，基本上都是按照这样的套路来组织。首先是拦截解放军的登陆船队，然后是抗登陆，最后是地面清剿交战。那最近时间呢有所变化，从早期的制海制空反登陆，到后来逐渐的增加了制信息权以及网络战争。在抗登陆环节台湾的军队经常会把坦克直接开到沙滩上，演练怎么样的压制登陆步兵或登陆艇，这几乎就是按照金门战役的重演的。但是对在对方绝对强大的火力压制之下，台军该怎么反应、怎么行动，台军似乎不在乎。那台军既然愿意把脑袋埋在沙子里面当鸵鸟，那无所谓但是我们却对统台行动的复杂性绝不能掉以轻心。台湾虽然只是一个岛屿，但面积不算小，是一个省级行政区虽然大部分台军没什么战斗意志，但是不能排除少数单位顽固不化，特别是那些美国教官直接培训、台独当局比较信任的单位，那战时是一定要首先解决掉的。我们相信解放军一定有办法把战果扩展到最大，把损失压减到最小。为了万无一失，那就是要用牛刀杀小鸡嘛。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